叶希雾悲痛跳楼，原来不只是要去魔神邪谷，深层原因体现在这个细节。结婚本来是一件大喜的事，但总会遇到某些人从中作梗。谭台烬最为认真的一次作梗的人，居然是叶希雾，这也是让他感到很意外，从来都没有想过，一直以来对自己万般讨好的人，却选择在大婚之夜伤害自己。谭台烬经历了被背叛的滋味，选择在后期不断伤害折磨叶希雾，直到叶希雾死去，他才痛心后悔。不管叶希雾喜不喜欢他，折磨也好，厌恶也罢，他都不愿失去他。看到叶希雾跳楼为自己而牺牲的那一瞬间，谭台烬心都碎了，感觉自己的整个心脏都特别的疼。他后悔了，说那天晚上的6个钉子真的一点都不疼。如果可以把叶希雾找回来，他宁愿再受一次。而这一次他足足找了几百年的时间，都没有找到叶希雾的一丝魂魄。叶希雾真的不愿意跟他相见了吗？真的一辈子都打算不原谅他了吗？其实仔细看叶希雾牺牲的这一段，并不只是为了去除魔神身上的力量。看到这4个字才明白，叶希雾已经深深地爱上谭台烬，但是他却始终不愿意跟他再相见。叶希雾明明可以用不是这么极端的方式来去除男主身上的魔力，但他却选这么最为极端而又悲痛的一种方式，因为他的心已经被伤到没有办法再去承受，所以他宁为玉碎也不愿意跟男主再相见。黎苏苏回到了500年前，虽然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，但是也是这一场爱让他心碎而又绝望。明明付出了那么多，最终还是不能够得到理解，而且喜欢的人还用别的女人来刺激自己。当黎苏苏被谭台明朗放到城墙上，让谭台烬在2个女人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，其实已经甘愿赴死。他的表现毫无波澜，内心十分平静。他根本就不渴望被人救，因为他才是那个拯救苍生的人。黎苏苏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，他心碎难平，悲痛欲绝，伤心到绝望的时候，连自己的性命都不想要了。也难怪后面会以肉身以元神来换取邪骨，其实只需要神髓就可以。但黎苏苏真的已经伤心欲绝了，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彻底爱上了谭台烬，要用自己的死来换取他的一生后悔，一辈子也不要再见面。所以再刷一遍预告会发现，黎苏苏悲痛跳楼其实根本原因并不是为了去除邪骨，那只是其中的一个目的，而细节就体现在身躯元神4个大字。这4个字向观众证明他已经深深爱上谭台烬，但是这份爱实在是太过于沉重了。如果有来生，他可能不再愿意再见谭台烬，这也是没有留下自己肉身的原因，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复活了。其实看懂黎苏苏前后矛盾的行为，才会明白谭台烬结局是非常的残酷。黎苏苏拯救苍生的手段是什么？追剧这么久，观众应该已经明白了，那就是从谭台烬身上剔除邪骨，进而毁灭。守护荒渊的祭则如今只能支撑300日不到，如果在这段时间内还没有剔除邪骨，势必会因为荒渊大门开启，释放出更多魔物，从而加快引诱谭台烬入魔。所以对于黎苏苏来说，时间非常紧迫，早一天凝成9枚灭魂钉，早一天剔除邪骨，天下苍生早一天得到安宁。可在黎苏苏按照计划进行的时候，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谭台烬，只是他自己不自知罢了。对于谭台烬来说，他知道自己身体内可能存在着某种未知的强大能量，但却不知道这是魔神邪骨的作用。虽说谭台烬从小受尽冷落，导致他天生待人孤僻，可从接触了叶希雾之后，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，心境已经开始慢慢转变中。如果在黎苏苏持续不断的感化下，相信谭台烬会更新出一个新的人生观。只不过黎苏苏并不是叶希雾，他穿越来到这里的任务是带有拯救苍生的目的，并且他为此愿景立下宏愿。而对于剔除谭台烬身体中的邪骨是否会损伤，甚至谭台烬会连同邪骨一同消亡，都未可知。这是黎苏苏前后矛盾的点，也是谭台烬结局的残酷。一方面，黎苏苏已经感受到了自己和谭台烬相互释放出的爱意，另一方面，黎苏苏却不得不完成此行的任务，一边是刚生出感情的情郎，一边是天下苍生，如何抉择都是心伤难过，岂能不矛盾？谭台烬的结局不必多说，无论黎苏苏如何抉择，都势必会伤到谭台烬，这就是谭台烬悲情的一面，也是残酷的结局。
为情生死或化身魔神，皆不是普通澹台烬所想的命运，但他却始终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，只能身不由己，一步步堕入魔渊。或许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身不由己了吧。潮月烬明虽说是一部仙侠网剧，同样也在感慨命运捉弄的无奈。不知后续澹台烬能够如何力挽狂澜，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。